杨颖和杨紫同时出现在金鹰女神的候选名单中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又到了评选金鹰女神的时候了，现在有2个候选人 ，Baby 和杨紫都在名单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杨紫的粉丝觉得 Baby 没有经典的代表作，也和其他候选人一样，资历相差很多，所以不应该急着抢这个资源。当然，也有 Baby 的粉丝认为，既然是女神，就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。Baby 真的很厉害。其实，每届金鹰奖都有最重要的亮点，第一是获奖名单，第二是金鹰女神谁获得的。而今年的金鹰女神将在9人中产生，即江疏影、关晓彤、Baby、吴谨言、谭松韵、李沁、李一桐、杨紫和古力娜扎。而我们都知道，江疏影今年已经35岁了。如果她这次成为金鹰女神，她将成为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金鹰女神。当唐嫣成为金鹰女神时，是在2016年，当时她只有33岁。在此之前，还有4个人在1987年担任过金鹰女神，他们是刘亦菲、宋茜、刘诗诗和赵丽颖。而如果宝宝今年成为金鹰女神，她将像唐嫣和宋茜一样，在33岁时成为金鹰女神，她也将成为最年长的金鹰女神。说起宝宝真的很担心，因为她基本上没有什么突出的作品，所以如果她获奖，网友们会很不服气，因为别的女演员都有自己的代表作，但是宝宝除了长得好看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突出的作品，所以如果她获奖，网友们基本上不服气。但说实话，从客观角度看，今年的金鹰女神应该是杨紫，因为她们各方面都很符合，有经典的电视剧，播放量很高，在人气和流量上也符合金鹰节的条件。符合金鹰奖的条件，从以前的金鹰女神来看，其实女神奖对外形的要求不是很严格，有的是美女，但也有萌妹子，所以我们的杨紫也是很合格的。当然，这个奖总是需要一些综合素质的竞争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杨紫。因为她今年的对手也很强，比如娜扎、李沁等实力派选手也都很厉害。而90后的小花江疏影也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美女，各方面的资源和资本都很好，也有实力和杨紫抗衡。所以杨紫的粉丝们，如果你们真的想做什么，就换个对手吧。毕竟孩子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，就算得了这个奖也没什么。如果这次宝宝真的得了这个奖，如果是这样，以后也应该给杨幂颁奖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杨幂因为结婚生子错过了这个奖。85花和90花里有很多好演员，不管谁是女神，都可以激励自己，做出更好的作品。其实这个奖意味着精神鼓励，真正有实力的女神应该用好作品说话。你认为谁是今年的金鹰女神？02。回顾一下，杨紫在环球影城打卡，戴着帽子很开心，眯着眼睛也很开心。冬天羽绒服一直是女性的首选，因为它的款式和它的保暖能力可以很好的满足女性的需求，但是穿着的时候不能因为保暖而忽略了自己的身材，让你看起来既时尚又保暖，不会觉得臃肿。杨紫自出道以来一直被人诟病，她年轻时穿的是素色衣服，杨紫的衣服是自己选的。她的衣服很简单，一点也不时尚，但她很美，穿什么都好看。羽绒服的款式在时尚的发展中可以说是日复一日的，比如保暖就是长款，但通常是长款基本到膝盖，这样夹克就可以保证温暖。这一次她是最近一次来到环球影城，但可以看出杨幂玩得很开心，穿着宽松的长款羽绒服，甚至连帽衫，可以说杨幂在御寒方面真的是无懈可击。羽绒服的款式很多，但是长款的衣服最好是长裤，尤其是修身的长裤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你的身材，让你的身材更加苗条，虽然隐形，但至少可以让人看起来不错。杨紫穿了一件上身紧身裙，腰围9分的连衣裙，整个人看起来更美了。虽然只露出了半截小腿，但已经足够吸引人了。女人穿衣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尤其是冬天，要注意的是视觉效果，比如要有很明显的对比，这样穿起来更有格调。如果她只选一个颜色，太便宜了。杨紫的冬装虽然简单，
但是颜色却很搭配，白色外套、黑色牛仔裤，黑白搭配百搭。冬装就是很多小配饰，比如帽子、围巾，这些东西都很漂亮，可以用来做一些简单的保暖，也可以让人看起来更漂亮，但也不能太夸张。杨洁身穿白色套头衫，围着粉色围巾，笑眯眯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牙齿在这么低的温度下可以用完美来形容。这几年西装大热，连那些被人看不起的都变得容光焕发，一目了然。杨紫身穿黑色西装，脚上踩着一双尖头高跟鞋，整个人显得十分优雅。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还是在职场中，都有一些基本的东西，看似简单，但对女性来说却很有吸引力。但在穿衣上，你必须要学会如何搭配，才能让你的穿着更有魅力。杨紫身穿一件白衬衫，内搭一条高腰牛仔裤，简单的装束展现了她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。想要炫耀身材，不一定要赤身裸体才能显得性感，反而增加了穿衣难度。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穿搭来丰富我们的风格，比如杨紫，她身穿短款皮衣搭配高腰半身裙，衬托出她纤细的腰身，衬托出她的青春魅力。03王牌部队肖战饰演的顾伊亚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命运在流逝，但有些人最终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。18岁的顾伊颜诺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在火车站等他的火车。当他儿时的朋友问他是想要梦想还是爱情时，他说当兵是我的生活。好像他的家世没有帮助一样，他还是要一个人走到师大院门口，站在烈日下，直到昏厥醒来，红着眼睛，苍白的嘴唇，对着军官嘶嘶作响。我比任何人都更适合留在军队。没有人对他宽大过，因为他是大院子弟，占有台词里的加练，原封不动送回食堂的冬瓜，还有1块300块钱的手表，他也可以只能自己一点一点的爬行。他似乎已经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个人都和自己没有什么区别，他甚至要更努力的成为最好的一个，才能撕掉大院之子的标签。顾一诺站在师部大院的门口，笔直如墙。顾一诺想破釜沉舟，重塑形象。在少年时代，顾一诺不顾任何施加在他身上的教诲，在随后的无数年里，他用血和火见证了这些真理。一诺一诺，甚至他的名字也包含着诗意和烟火的浪漫。在保守而泼辣的80年代，年轻而美丽的男孩和女孩，理想在沉思，爱情在萌芽，灿烂的阳光在窗玻璃上跳跃，生活在苦辣酸甜的混合味道中前行。我是海燕的美是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最具诗意的美。一个年轻人真诚而炙热的爱，他的身体在无边的海天之间达到了巅峰，却丝毫感觉不到咄咄逼人。300首诗，一言以蔽之，说的是思考没有错。年轻女孩的焦虑和遗忘也是诗意的。她焦虑是因为她潜意识里认为她最终会失去他，这很美，请停下来。她忘乎所以是因为即使如此，这灿烂的热光对她来说也是不可抗拒的。她以一种上镜的本能进入了这个场景。在行文方面，她遵循了当时的背景，但她巧妙地避免了意识形态。海燕这个词有2个象征意义，通讯员的英雄和高尔基的自我，分别指的是女主人公和英雄。我是海燕的情节是爱情场景中最好的，无论从地点、节奏和紧张度，还是从健康性来看。没有 PUA， 没有华丽的外表，只有天地和大海，是革命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复兴。我曾经认为郑江南是顾一诺的白月光。他是那种自相矛盾的人，他很现实，但又能陶醉于自我的高贵。所以虽然他在吃饭时有模糊的期望，但如果顾一诺表现出什么，我想他不会答应，而是会对顾一诺进行说理和教育。江南枝一开始只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顾一诺，但他不一定知道顾一诺爱他有多深，而顾一诺似乎也不是那种把话放在嘴边的人。那么他们是否适合彼此，还是觉得不合适？顾一诺心里明白，他看着自己心爱的江南正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就像在和他谈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一样有趣。责任和信念让他放手了。对江南正没有了爱，但还有满满的祝福，希望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他果断地把妻子挑了出来，
站到了囚禁的舞台上，又一次把他的怜惜和祝福纳入酒中。战争来了，19岁的海燕在雨林中折断了翅膀，掉进了沼泽地，再也无法翱翔。顾一诺在战争中演奏口风琴，在炮火的喧嚣中，清脆的风琴声穿透尘埃和灰渍，划破沉重的战争乌云，给远离家乡的战士带来生的希望和心灵的慰藉，抚慰受伤的灵魂。班长为救他而死，他的肩上背负着生命的代价和命运。顾一诺前一秒还在为钱的问题解决而欢欣鼓舞，下一秒就看到了伤心的泪水。此刻发生的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。他歪着头，一副放任自流、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因为别人都在问他该怎么办。他一直在问，只是之前他面对的是一个假装坚强的女人，而此刻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绝望。这迫使他找到了该怎么办的答案。当他想到好人要有牺牲，好事要有代价时，痛苦已经淹没了他的头脑。也就在这一刻，顾一诺的青春结束了。他说：“我就是代价。”他的脸上不再有任何脆弱，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压在他身上的潮水顿时完全消退了。他下定决心，重新成为那个一脸刚毅的顾一叶。顾一叶就在这一刻恢复了生机。与其他人不同，顾一叶的新生活需要换来一生的代价。有些人，生命的厚度和重量太大了，不死一次就无法重新开始。长长的走廊，他所在的地方有阳光。顾以耶想一个人去见光。在森林里长成一棵大树不是什么技能，在沙漠里长成一棵大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我会计算死亡函数，然后用大炮把它写下来。在世人眼中，所谓的大事，无非就是爱情、友情、义气、亲情，但这一切，在谋士眼里都可以放下。不管你是不是想成为杀戮的项羽，自己在乌江边，要不你想成为屈辱盗窃、报仇雪恨的人，你不能成为英雄，但你必须是胜利者，因为你是军人。不要以爆发力与敌人战斗，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获胜。与对手战斗耐力，战斗40年不犯错误。谁能控制自己的计划，谁就赢了。从戏开始到现在，顾以耶是最有针对性、最有动力的人。他一直想当兵，一直在努力当兵。他放弃了高考，一直在自学军事理论基础的新兵火车站，依然拿着理论书学习，在训练中时刻咬着牙冲上前线。顾以耶的规矩很简单，最强的士兵可以进入最强的队伍。他认为自己很强，他在首领面前推荐自己更强的单位，每次都坦诚相见。风景很美，他有没有运气，没有巧合，只靠自己脚踏实地。上帝爱愚蠢的孩子，也应该爱聪明的笨孩子。终于，顾以耶老了，也有40、50岁，有的老练油腻，有的人却是用岁月磨练了一双铁骨，像一棵生机勃勃的松树，笔直挺拔。大海就像一片宁静的大海，充满了河流。有幸看到有人写：小姑娘，你要是见过他就不会这么想了。那群老人里站着这样一个人。活到我这个年纪，你就会明白，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开始走下坡路，结婚生子，一夜醉，肿软发霉，肺里冒烟，皮肤有干油之味，被酒局绊倒，谄媚钻营的笑容印在脸上，印成了讽刺漫画。这时候你跟我谈恋爱，连圣人都嫌弃。这一刻，你遇到这样一个人，高大、英俊、潇洒、单身，你也知道，男人不能只看外表，色相和青烟一样转瞬即逝，可以坐在那个位置，甚至是神灵一定要祈祷不要让香侵蚀大脑。那个时候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？走路、说话、抬手抬脚，你瞥了一眼，拉他。不要跟我谈权力、价格，肩上的星星和杠杠。你知道人，尤其是男人，活在这辈子，当他40、50岁的时候，最难的是什么？小姑娘，是正直。我已经多次读过肖战写给顾印业的内容，他写道：正因为有这些挣扎、放弃和矛盾，我才更佩服你。命运的安排真的有它的道理，不是吗？看着他总是带着创作者现实的深沉的暗示，洋溢不遇，触动凌云，自觉可怜。大志难酬，红桂晚秋，眼中无尘，心中有高。我非常感谢肖战的顾印业。顾一叶以其感同身受的演技，立体而深刻，在他的骨子里
有那个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淡然、豪迈和浪漫的气质。那种淡然与军人不肯认输的傲气相似，但又不同。结合在一起就是顾印烨的独特外表，